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咖啡的危险副作用这个课题。我将基于科学研究，详细解说过量饮用咖啡可能带来的副作用。或许有些朋友会疑惑，我之前的视频不是都说咖啡对身体有好处吗？怎么今天又说它有副作用呢？对此，我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并希望做一些简单的解释。首先，咖啡作为一种饮品，确实对健康有很多益处，但今天我所谈论的副作用，主要是针对过量饮用咖啡的情况。如果适量饮用咖啡，比如每天1到2杯，通常对身体是有益的，甚至有助于健康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：即使是对健康有益的食物或饮品，过量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。例如，坚果虽说对健康有益，但过量食用同样可能对身体不利。咖啡也是如此，适量饮用对健康有益，但过量饮用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。因此，所有的行为和饮食都应保持适度，避免过度。无论是饮食还是运动，保持平衡才是关键。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困倦或缺乏集中力时，千万不要依赖咖啡来过量提神。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，尤其是对于有的人而言，工作繁忙和长时间的工作容易导致咖啡依赖。许多人已经不自觉地过量饮用咖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究竟每天喝多少杯咖啡才是安全的呢？由于个体的差异，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，但有一些可靠的参考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。哈佛大学医学教授桑吉夫·乔普拉在《健康的正确答案》这本书中提到，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每天喝4杯咖啡是安全的，而美国医学会则认为2到3杯咖啡是一个标准，超过10杯就算是过量。根据一项关于心脏健康的大规模研究显示，35万人群体中，每天4杯咖啡的量被认为是有效的。因此，4杯咖啡或许是合理的上限值，但这仅仅是参考标准，每个人的体质差异很大。此外，咖啡因的作用也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。铃木佑在《超级压力解消方法》一书中提到，咖啡因的影响受遗传因素的影响。有些人天生对咖啡因没有不良的反应，而有些人则非常敏感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也表明，咖啡因的感受度因人而异。对于那些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人来说，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，大约1到1.5杯咖啡，就可能引发失眠、焦虑、心跳加速等副作用。而大多数人每天摄入200到400毫克咖啡因，大约2到3杯咖啡是安全的。有些人甚至对咖啡因几乎没有反应，晚上喝咖啡也能安然入睡。因此，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不同，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决定每天饮用咖啡的数量。如果您对咖啡因敏感，即使喝1杯也可能感到不适，而有些人则可以每天喝5杯咖啡而没有问题。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知识之后，接下来我将讲解过量饮用咖啡可能带来的副作用。再次强调一下，适量饮用咖啡对健康是有好处的。接下来所提到的副作用仅适用于过量饮用的情况。咖啡饮用过量有以下的副作用：1、增加肾脏的负担；2、增加焦虑和压力；3、引发咖啡因上瘾的问题。首先是第一个副作用，增加肾脏的负担。根据一项名为《咖啡消费与慢性肾脏病发病相关的代谢物》的研究，过量饮用咖啡或依赖咖啡可能会对肾脏造成负担。虽然研究过程较为复杂，我将简要地为大家总结一下。该研究指出，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增加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。具体来说，研究人员分析了大约3800名参与者的血液样本，发现41种与咖啡消费相关的代谢物，其中的3种特定物质的浓度越高，慢性肾脏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。另外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，这也可能对肾脏不利。大家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在喝咖啡后，很快就有强烈的尿意，因为咖啡因会促进尿液的排放，
而这会导致体内水分的减少。如果水分过低，可能会对肾脏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对于肾功能不全或肾衰竭的人来说，咖啡中的钾元素可能无法有效排除，从而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。因此，肾脏疾病患者可能需要避免或减少咖啡的摄入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副作用，增加焦虑和压力。大家或许都经历过摄入咖啡因后，感觉清醒了，精力集中，大脑变得更加活跃。这是因为咖啡因能阻断使我们感到疲劳的脑内化学物质腺苷，同时，它还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，使我们充满能量。通过这两种作用，阻断腺苷和分泌肾上腺素，咖啡因能增强我们的能量。然而，如果摄入过量，咖啡因的作用会被放大，可能导致焦虑和压力感增加。有些人可能会体验到喝了咖啡后感到更加焦虑，心跳加速，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心脏跳动不正常，导致身体不适和情绪波动。实际上，咖啡因引发的不安症状被归类为咖啡因相关综合症，它是过量摄入咖啡因后常见的副作用。因此，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非常重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是少量的咖啡因，有些人也可能会感到不安或压力增大。因此，了解自己对咖啡因的耐受性至关重要。有研究表明，咖啡因摄入量增加时，压力水平也会随之升高。例如，一项研究发现，摄入约300毫克咖啡因的参与者所经历的压力是摄入安慰剂组的2倍以上。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，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不同。如果您在喝咖啡后感到烦躁、压力增加或情绪低落，不妨尝试减少或停止咖啡因的摄入，看看这些症状是否会得到改善。适量的咖啡因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，提高集中力并减轻压力，但过量摄入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因此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咖啡因摄入量非常重要。最后是第三个副作用，引发咖啡因上瘾的问题。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，如果过量摄入，就可能引发咖啡因上瘾的问题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大家都知道，咖啡因能有效驱走困倦，让大脑保持清醒，提高能量水平，增强专注力，提升生产力，并能让我们长时间集中精力投入到某项活动中。作为一种生物碱，咖啡因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强力的精神刺激性药物，几乎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它。由于咖啡因的广泛存在，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它强烈的刺激作用。NASA 曾进行过一项有趣的实验，研究人员给蜘蛛喂了4种不同的药物：致幻剂、安非他命、大麻和咖啡因，然后观察这些蜘蛛是否能够正常织网。结果表明，摄入咖啡因的蜘蛛无法像其他药物下的蜘蛛那样织出正常的蜘蛛网。咖啡因对蜘蛛的影响甚至比致幻剂和大麻还要强烈。这表明咖啡因对大脑的影响是极其强大的，能够显著改变我们的行为。因此，尽管适量的咖啡因摄入能够帮助提升我们的工作状态，但如果过度饮用咖啡并摄入过量咖啡因，就可能导致咖啡因上瘾，进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。除了咖啡，咖啡因还广泛存在于可乐、冰淇淋等食品中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咖啡因的频率极高，因此往往低估了它的刺激效果。实际上，咖啡因是一种非常强劲的兴奋剂。那么，我们每天摄取多少咖啡因才是安全的呢？根据美国饮食指南，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的咖啡因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，超过这个量就可能发生咖啡因过量。所以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当然，咖啡因的影响因人而异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。但是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症状，就可能说明摄入了过量的咖啡因：头晕、腹泻、口渴、失眠、头痛、发热、过敏反应、心跳加速。这些症状可能表明你已经摄入了过多的咖啡因。失眠是咖啡因常见的副作用之一，很多人都有睡眠的问题。如果他们完全远离咖啡因，转而饮用去咖啡因的咖啡，
通常会立即缓解长期困扰他们的睡眠问题。如果您目前正在经历睡眠困难，不妨尝试一下暂时停止摄入咖啡因，看看是否能改善您的睡眠质量。此外，许多关于睡眠的书籍建议，下午开始就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，因为咖啡因在体内的代谢时间较长，直到您准备入睡时，体内的咖啡因可能依然存在，从而影响您的睡眠。美国睡眠医学界的研究表明，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5小时。半衰期是指药物在血液中浓度降低到一半所需的时间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您在下午7点喝了一杯含100毫克咖啡因的咖啡，5小时后，也就是深夜12点，您的体内仍会残留50毫克的咖啡因。由于咖啡因长时间滞留在体内，因此到了晚上就容易出现难以入睡的情况。如果您在下午2点喝了2杯含有200毫克咖啡因的咖啡，那么到深夜12点时，体内仍会残留50毫克咖啡因，从而影响到睡眠。临床睡眠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如果在睡前6小时内摄入咖啡因，睡眠时间将减少1小时。通过咖啡因的半衰期这一数据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关于睡眠的书籍建议，正午之后应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，因为咖啡因残留在体内可能会减少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，而这2种睡眠对身体恢复和记忆巩固至关重要。如果在睡前6小时内摄入咖啡因，不仅会缩短睡眠时间，还可能导致入睡困难，即使第2天需要早起，睡眠不足依然会带来慢性睡眠欠缺，长期下去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导致体重增加、肥胖、2型糖尿病、心脏病等健康问题。研究表明，睡眠不足甚至会增加死亡率。例如，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男性，其死亡率是每天睡7到8小时者的2.4倍。睡眠不足还会显著降低免疫力。根据一项针对约5.7万名女性的调查，睡眠少于5小时的人患肺炎的风险比睡眠时间为8小时的人高出1.39倍。因此，为了提高免疫力和保持健康，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是至关重要的。尽管生活繁忙，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，但为了身体的健康，建议大家尽量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